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23号。昨天视频是有提到，有可能短线比特币会进行一个区间的震荡，包括昨天程序交易在 Discord 社群上面好几个空单的建议，狗狗币是在 0.068 也是给了一笔空单的建议，包括昨天比特币30分钟的程序也是在30500点附近给了一笔做空的建议。不过我个人观点看个人兴趣或者是等下来聊一下，就是目前主力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会箱体震荡，还是说它会不会继续突破 31K？ 那等下也来跟朋友们聊一下，就是这一波你反应最慢的 25K 上去，其实在 26K 附近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买点，就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的这一个 QQE 指标。那等下来跟家人们聊一下这里面的一些知识，包括这张图片我们怎么参考这个位置区间跟这个位置的一个区间里面的一些知识。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聊一下比特币这一个 QQE 指标如果是波段的交易者，你也可以去看这个 QQE 指标，准确率也是非常的高。比如说像我这上面画的这几个红线的位置，它一般都是很接近波段的高点，就是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也是整个柱状是在最高的一个位置，后面开始缩住，开始有一个下跌，如果有反弹你就要小心点，有可能就是一个波段的高点。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 69K 的高位也是一样，这个位置柱状也是放的最高的一个位置，后面有一根下跌，柱状开始收缩，有可能就是波段里面最高的一个位置。或者是也可以看一下它的柱状是在背离的结构，就是周线里面准确率参考性也是非常的高。那这一波下跌回来之前，在 26K 或者 25K 的时候，也是一直在提醒朋友们要去留意这一个 QQE 指标，它是一直在缩住，柱状一直在缩，然后就是在这两个前面是在这个低位，一直跟朋友们讲有一个下降楔形看涨的形态。那你如果下降楔形在低点的位置 25K 不敢买，它其实这个 QQE 指标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根就开始柱状不继续收缩，甚至不放红色的柱状，甚至是在这一根走出一个多方拇指线 K 线的时候，从这一根到这一根是13周的一个变盘的转折点，所以再看到13的一个时间周期，再配合这种拇指线，你再观察这一个 QQE 指标，有时候技术分析多个知识点重叠在一起的位置，包括这个 QQE 指标，就类似这张图片，真的要等到这个位置突破了这个趋势的时候再去做追加的动作。你看形态也可以，在 26.2K 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区间，特别是这一根出来的时候， QQE 指标已经是非常的明显，有可能就是柱状要放出来。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的一些位置比如说在2020年的10月份这个位置，它也是一波上涨，来到高位以后有一波波段里面的回撤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留意，从柱状最高的一些位置开始不断的缩住，甚至放灰色柱状的时候就要去留意，如果像这种大跌的支撑位跌不下去，有可能就说明短线有可能会出转折，这个位置柱状放出来，后面也是有一大波利润。或者我们再看一下历史上15年的一波行情，有两个位置我是感觉跟这一次比特币从 25K 启动的位置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浪的上涨在15年，后面它这边高点开始见高以后，就是柱状开始收缩，从这个位置一路缩住，缩到最终放灰色的一个柱状，它在这个位置就开始没有放柱状没有放柱状的一根位置，就是在这一根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有可能代表着短线要变盘，不是继续往下跌，那有可能就是灰色的柱状或者是蓝色的柱状要出来。或者是我们再观察一下后面它一波上涨到2016年6月份的高位，这个高位以后柱状是最大的一根，有一根下跌反弹的时候就要小心，有可能代表的它不一定会马上再启动，柱状是在收缩，那就尽量利用这种跌回来低点再找一些买点的位置，到底能不能买在这种位置，或者是它跌不下去的一些位置，我们去观察一下，就是在这个位置开始柱状不放了，虽然后面是有一根
红色的柱状，但是它这个位置跌不下去的一个位置，后面开始成片的柱状都不肯放出来，那有一些开单的点位就是利用这种防守的低点，你可以配合自己的一个杠杆，或者是在这种位置买的话，就可以耐心持有，或者是右侧的交易者，就是在这种位置柱状刚出来的一些点位，就可以做追加的动作。所以现在我个人观点就是这样子，目前的柱状现在是已经放出来了，但是昨天有跟朋友们提过，如果我们看这一张图片，比特币在日线里面的整个 M 头，或者是这整个两个双顶的结构，上方还是有很多的压力区。那我现在也是在思考，主力在这个位置到底在想什么？他是要一次过的这个 31K， 甚至去突破这个黄色的箱体的区间 32K， 要一次过吗？过完以后，可能代表着主力可能还会压回来再洗。我们可以看一下2020年到2021年初的时候，就是这个区间有1次、2次、3次低点的一个压回支撑，然后在2021年5到7月份的这个区间也是有1个、2个、3个低点的支撑，然后到2022年的5月份这边也是有1个、2个，所以整个区间长达2年到1年多的支撑的一个区间，后面跌破的时候，我也是一直在思考，主力在这种区间是测过7、8次的一个支撑，最终是跌破。那现在上一次是在 31K 的时候跟朋友们讲，主力是真的要确定一次过吗？所以现在是目前的价格又过了这一个 28.8K 或者 29K 的一个支撑，过完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这个时间跟这边2到3年那个时间，个人是觉得还是有一点不够，也是不排除它会不会在这个区间继续横个一段时间。所以我也是在思考2个方法，一个是如果主力它要一次过，有可能会重新压回到这个箱体 30K 或者 31K 附近继续震荡一段时间，因为它这个还好，现在是并没有过这个 31K， 如果是过了这个 31K， 在周线里面昨天提到的 KD 会背离，包括这个 QQE 指标也是在担心，如果它这个位置过，有可能这个柱状跟不上，在周线里面的 QQE 指标也是会背离，所以很多指标会背离的结构下，我的观点是，如果真的还有突破这个 31K， 下一步朋友们就不要去追。然后短线里面的一些形态知识，现在也是在思考这2根 K 线，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跟这2根 K 线或者是这3根 K 线参考性是非常的高。昨天不是有一根整理嘛，类似这一根的一个整理，我们要思考一下，它如果要继续往上拉，就要观察一下这个低点，超短线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因为如果它要这样子继续往上拉，前提是就类似上一次在今年的3月份的这个低点不能破，所以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然后除了这一个低点支撑不能破以外，还有一些知识点，就是最近要留意一下，它上去的话必须要继续放量因为现在这个量是非常的大。我也是在思考，前面低点的时候，很多人不是看空的那一些空方是说根本就没量，怎么可能涨上去？其实主力都是在反市场在交易在涨的时候没有量，说明整个市场是在怀疑。来到高位的时候放这种量，有可能就是有人开始在这种高位开始追，那主力有可能就是会开始洗盘。所以有时候要思考主力的一些心态，为什么现在开始又在缩量？缩量那有可能就是要洗盘。以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有时候就怕无指上的量。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昨天在视频结尾有提到4个小时的一个技术形态，也就是这一根上涨上影线是相对比较高，除了这一根 K 线有一点败相以外，这2根加起来也是一个空方插入线如果是再加上这一根螺旋的 K 线，其实就是说明这个位置的区间多空分歧是相对比较大，有可能就是会震荡一段时间。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